大树下坐着一个女人，巷子里的女人是我右眼看到的，大树下的女人是我左眼看到的。她们两个长得好像，我感觉头昏脑胀，最后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了，医生告诉我并无大碍，只是有点轻微的脑震荡。我的病床旁还守着2名警察，他们告诉我，昨晚一个乡下来的打工妹在下班途中被3个小混混掳走，并带到了菊园小区里的那条巷子里，女人被他们用药物迷倒，并对女人实施了侵犯。若不是我报警，女人可能因吸入大量迷药致死。而那3个人明显是有预谋的作案，他们选在监控盲区，并戴了口罩和帽子，到现在还没有抓到。不过我却在思考另一个问题，我左眼看到的那个1年后的女人，为什么每天都会去菊园小区的巷口坐着？那个地方正好是昨晚的案发现场，这2件事之间会不会有某种关联？1年后的那个女人已经一连杀了2个人，从她给那个叫神经病的人发的短信内容来看，她至少还要再杀1个人，刚好也是3个人。她杀人会不会是出于报仇的目的？我向警方询问能不能见一见昨晚那个被侵犯的女人，结果被警察拒绝了。警方给出的理由是，受害者受了很大的刺激，现在是一种很封闭的状态，抗拒跟任何人见面。下午我出院了，途中我又路过我原来的住处，我左眼看到楼下拉起了警戒线，有不少警察从楼房里进进出出，看来是1年后死在屋子里的我终于被警察发现了。我赶紧走进楼房，想要用左眼确认一下1年后死在屋子里的究竟是不是我，可此刻现实世界里门是关着的。我赶紧敲了敲门，开门的是浑身酒气的张三，看到我突然到访，他似乎表现得有些惊愕。很快我就发现屋子里除了张三还有另外2个人，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其中一个中年人我还见过，准确的说是我左眼见过，居然就是1年后死在宾馆304号房里的那个男人。他在1年后会被那个女人用安眠药杀死。我右眼看到桌子上都是外卖和满地的酒瓶。张三向我介绍那2人是他的好哥们，一个叫李四，另一个叫王五。1年后死在宾馆304号房的男人就是李四。张三还拉着我坐下跟他们一起喝酒，我一边应酬一边用左眼扫视四周，尸体已经被翻过身来，我看到了尸体的脸，真的是张三。1年后那个女人先后杀死了张三和李四，那么她下一个目标会不会就是这个王五？如果女人杀人的目的是出于报仇，那么昨晚的犯罪者就是我面前的这3个人。这是李四问我，兄弟，你额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确信他问我头上的伤是出于关心还是有别的目的。眼下这个情形，我只好如实说了我昨晚的遭遇。李四问我昨晚有没有看清那些不法分子的脸，警察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。当听到我给出的都是否定的答案之后，他们3个似乎才松了一口气。晚上回到家，女人已经先我1步回来了，她正在给那个叫神经病的人发短信，短信的内容是，等我给你报了仇，我就离开这里去陪你。很快对方回复了信息，仍旧是一个笑脸的表情包，外加同样一句话，晚安招财猫。女人发出去的短信让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想是时候该向她问清楚了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拿起一支黑色的记号笔，在窗边的墙壁上写下了3个大字，你是谁？如果在